我是魏无恙的冲喜娘子。婚后，他对我百般嫌弃，嫌弃我嗓门粗，力气大，千方百计想休妻。我抽了他一宿，告诉他，等你成了状元，我就答应和离。后来他高中状元，我合理跑路盘算招个赘婿，他却带人堵住我去路，双眼通红。天杀的，我就知道你和府里小花匠看对眼了是不是？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娘死得早，我爹是个赌鬼，他为了还赌债，就用10两银子把我卖到魏府当冲喜娘子。我要嫁的人是魏三公子魏无恙，城里最没出息的公子哥。半月前，他为了给赵家小姐捞手帕，掉到河里过了病气，一病不起。他起不来，和我拜堂的新郎官是一只大公鸡。找洞房时，我听见小丫鬟翠菊暗地里笑话我：土包子，等公子没了看你能没几天。我没几天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你要完了。我当即扯下盖头，拉着他到老夫人面前告状。祖母，他咒我相公早死。老夫人闻言脸色一变，长氏姑姑几巴掌下去，翠菊脸肿起老高。处理完翠菊，老夫人又留下我吃了几块糕点，教导我要和魏无恙好好过日子。我见到魏无恙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他脸色苍白，穿着喜袍躺在床上，远远一看，确实不像活人。我试了试他呼吸，又把脑袋靠在他胸上听了听，还行，没死透。可能是我脑袋太沉，把魏无恙压醒了。他咳嗽个不停。半晌，他发现了我，眉头一皱：哪里来的丑八怪？魏无恙很好看，比我前半生见到的所有男人加一起都好看。但是他说我丑，我没忍住，给了他一拳。我是你娘子，祖母都说了，我们要好好的，你不能这样说我。魏无恙胸口直喘。娘子，我爱的是温婉贤淑的赵家小姐，你个丑八怪，凭什么当我娘子？我力气很大，打人很厉害，你再这样说我，我揍你。魏无恙是个有骨气的男子，被我揍了半个时辰，也只是默默流泪，莫好出声。当新娘太累了，我居然压在魏无恙身上睡着了。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药香，闻着很安心。累了半宿，魏无恙手都被压麻了。他早起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写休书。看清楚，这是休书。本少爷才不要你这个丑八怪。这就是休书吗？我欣喜地拿起来，叫他给我念。兹有未妻。魏无恙刚念4个字就绷不住了。哦，他还不知道我名字。绵绵，林绵绵。我提醒他，笔给你，你自己写。这是我头次到这么大的书房，头次摸到笔。之前我都是躲在学堂外，偷听老秀才念书。回来，用柳树枝在地上画画。字也是我自己创的。林绵绵3个字写出来歪歪扭扭，好像鬼画符。魏无恙笑出了泪花。林绵绵，你真是又丑又笨。笑着笑着，他就哭了。娶了你这么个又丑又笨的娘子，我真惨呜呜。他哭了，我打的。因为知道他会写字，下手比昨晚轻了些。我和他纠缠了一早上，终于学会了林绵绵的林。这么一闹，就耽搁了早膳。魏家是没有午饭的。没一会儿，我就听见魏无恙的肚子叫咕咕。你要不要吃炒鸡蛋？我炒的鸡蛋很香，很好吃。昨天到魏家的时候，我都打听好了。魏无恙嘴巴很挑，
有专门的小厨房。炒鸡蛋，林绵绵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声音染着怒气。我打了10个蛋，用荤油炒了一盆，出锅前撒了一把地里新摘的香葱。饭用荤油拌开，淋上点酱油，滋味真是妙极。魏无恙瞪着眼，不可思议地看我。林绵绵，你是猪精吗？那一盆饭都吃完了，吃就算了，你居然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点都莫给我留。我不会告诉他，本来就没做他的份。带着一肚子火，魏无恙终于想起来到祖母那里请安了。你等着，我今天不把你赶出府，就跟你姓。我咽下最后一口饭，点了点头。这是我有记忆以来吃得最饱的一顿。魏无恙找祖母告状的时候，翠菊靠在我耳边奸笑：“你完了，少爷要赶你出府了。”结果翠菊很失望，祖母非但莫赶我走，还送了我一个金手镯。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，往后就算我不在魏府，也会记得给他烧纸的。回房的路上，魏无恙垂头丧气：“林绵绵，你到底给祖母施了什么药法，让她这么喜欢你？大概是我长得好看，招人疼吧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哦，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出来。”魏无恙咬牙切齿，他不明白世上怎么会有我这种臭不要脸的人，偏偏他说也说不过，打也打不过我。我在魏府第3天就收服了一堆丫鬟，他们都佩服我，觉得我是有大本事的人。得罪了大丫鬟翠菊，魏无恙讨厌我，偏偏还能赢得祖母欢心。这个家，祖母才是天。有段时间，魏无恙住的清源门槛都快被这群丫鬟踏破了。和魏无恙在一起半个月，我学会了7个字：魏无恙、林绵绵、休书。我真是天下最厉害的姑娘。呦呦呦，瞧把你牛的，认7个字就了不得了。那我会读完整本三字经，不是神童。那你教我读三字经好不好？蠢货，三字经是这本，你手里那本是禁书。魏无恙抢过我手里的书，我不识字，却看到他脸红的滴血。和魏无恙打打闹闹，3个月过去了，他脸色一天好过一天。祖母又给了我一把长命锁，金的。今晚魏老爷回来了，他在京城做官，3个月回家一趟。魏无恙平时总会和我吹牛，说魏老爷多么厉害。可等他真回来了，这对父子却很别扭。特别是魏无恙，紧绷着一张脸，不去向魏老爷请安问好，反倒是躲在房间里斗蛐蛐。问了祖母才知道，今天是魏无恙的生辰。魏无恙出生那天，魏夫人难产，魏老爷和魏夫人伉俪情深。对于害死爱妻的魏无恙，他心里总憋着一股气。是以两人关系并不亲近。睡觉前，我给魏无恙端了碗面，长寿面，新鲜出锅的，还冒着热气。诺，一口气吃完，不然福气会断。林绵绵，你是不是觉得没人给我过生辰，我很可怜？我告诉你，我魏无恙从来不需要这样的怜悯。你以为给我做长寿面，我就能记得你的好了？做梦！声音染着愤怒。啪一声，有什么东西碎了。窗外人影跳跃。魏无恙看向来人，眼中满是震惊。怎么会？我眼疾手快，把长寿面接到怀里，看着面前的父子大眼瞪小眼。最终还是魏老爷先开口，打破了僵持的宁静。绵绵是个好姑娘，你不能欺负她。我深以为然。魏无恙听得眼中冒鬼火。说这话的但凡是个小厮，他今天得要让对方见识见识啥叫西周城的小霸王。偏偏这人是他老子。魏无恙转过身，沉默以对。
魏老爷努努嘴，作势离开，却被我拦了下来。父亲，您是君子，君子一诺千金。既然如此，答应我的事便不能反悔。魏老爷是个讲究人，被我这么一说，当真莫走。他不走，那我就开始说了。我抱着魏无恙的破烂，一样一样摆在地上，有断了线的风筝，破了个洞的虎头鞋，还有褪色的拨浪鼓，嘎吱嘎吱响的木马。这些东西您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也无所谓。您是大官，心里装着京城百姓，心大了，自然看不见面前的亲人。魏老爷莫说话。魏无恙脸却红了，和我抢他的百宝箱。林绵绵，你真是越来越不把自己当外人了。谁叫你碰这些东西的？快给我收拾起来！我把长寿面放到他怀里，给了他一脑瓜崩，声音脆响，听得魏老爷直呲牙。快吃，吃不完我弹死你！魏无恙被弹得很疼，抱着长寿面吸溜起来。虽然打的是魏无恙，但是骨肉连心，魏老爷感觉脑袋好像也被人打出个大包。您不在的时候，相公经常跟我说您是如何爱民如子的好官。这些小孩子的玩具您可能不记得了，您不知道没关系，我告诉您，这是魏无恙从西周城的小孩那里高价买来的玩具。魏老爷眉头微皱，似乎不懂魏无恙奇怪的癖好。我拿起一个玩具，指着上面残缺的魏字，眼熟吗？这东西是您送给城里那些失去双亲的幼童的。虽然城里都说相公是不学无术的公子哥，但是您这么厉害，他还没有强抢民女，就连您送出去的玩具都是他花钱买回来的。我觉得您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挺棒的。谁也不想一生下来就只有一个亲人的。何况相公现在还是傻傻呆呆的，等他日后学聪明了，怕是不会替一个冷漠的父亲烧纸。魏老爷脸色由白转红再转绿，非常精彩。最后也不知道哪句话戳到他神经了，他跪在地上哭了好久。魏无恙蠢蠢的和他抱头痛哭。其实那天晚上，魏无恙记不太清楚林绵绵说了什么，他只记得脑瓜崩很痛，那长寿面怪烫的，把他眼泪都烫出来了。那晚的月亮很圆，是他有记忆以来看见的最圆的月亮。那天有点冷，可他心里暖烘烘的，像住了一个汤婆子。魏老爷走后，魏无恙大尾巴朝天，又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霸王。被宠爱的孩子都这样，无法无天的。父子关系修复后，祖母心情大好，给了我一个胭脂铺。他说那铺子赚的钱不用报给魏府，可以当我的私库。魏无恙听了骂骂咧咧，林绵绵会算账吗？赔钱了怎么办？这府里没人比你会赔钱吧？祖母调侃道。屋子里的人跟着笑，魏无恙腮帮子气鼓鼓的。我偷偷戳了一下，趁他没反应过来，便道：我不会算账，你可以教我啊。我才不愿意教半个月只认得7个字的笨蛋，除非你。魏无恙昂着下巴，神气洋洋。等他想好拿捏我的手段，我早没了踪影。林绵绵呢？少夫人出去了。魏无恙恨恨咬牙，和来福打赌。你信不信，不出1个时辰，林绵绵就会过来求我。来福能说什么？就哄着劝着面前的爷陪他等少夫人呗。1个时辰又1个时辰过去了，魏无恙眼睛都瞪肿了，也没看见我回去。他把魏府翻了个底朝天，终于在管家那里找到我了。林绵绵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学算账。我晃了晃手里的算盘。我认真想过，魏无恙虽然会读书，却是个实实在在的败家子。真找他教算账，从他那儿学，说不定铺子的生意就完蛋了。
我得找有大智慧的人。祖母有大智慧，但她眼睛早些年熬坏了，何况教我，多少是费力的。一来二去，我就找到了管家福伯。福伯人很好，胖胖的，像尊弥勒佛。进府那天，就是他告诉我魏无恙有小厨房的。我去找他，他笑眯眯答应了。福伯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先生。我算错了，他也不怪我，反而夸我进步大，有本事。他很有耐心，比村里的老秀才还有耐心。每次去他那里算账，他都会给我准备一盘绿豆糕，又香又甜，特别好吃。1个月后，算盘被我打得砰砰作响。之前的错再莫犯过，福伯在祖母面前夸我，少夫人的账算得又快又准。老奴已经没师模可以教他的了。我学成出师了，但我有点伤心，再也吃不到那么甜的绿豆糕了。嘿嘿，不伤心了。福伯说，我要是喜欢他做的绿豆糕，可以天天给我做。我拒绝了，天天吃会腻的。我要1月吃4次，细水长流，长长久久。魏无恙听了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林绵绵，你真没出息，一盘绿豆糕就能收买你。那我给你吃梅花糕、荷叶糕、马蹄糕、藕粉桂花糕，你还不得把我供成神仙？当然不会啊，阿娘只会做绿豆糕啊。那些漂亮又好看的糕点，她都没做过啊。就像我做的最好的菜是炒鸡蛋一样。穷人家的孩子哪里见过那么多天花乱坠的东西呢？能填饱肚子，不会再荒年饿死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魏无恙是锦衣玉食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少爷。小少爷笨笨的，不知道这些事。6月3这天，我起了个大早。临行前，我问魏无恙，要不要和我一起出门？出门，我才不要和你一起。本少爷今日要去福秀楼。魏无恙今天穿了一袭天青色的长袍，腰间挂了几块玉佩，走起路来叮叮当当。他本就唇红齿白，生得英俊，这大半年养好了病，气色红润，又因为教我读书成日泡在书房，身上多了几分书香气。院里的丫鬟见惯了被揍得嗷嗷叫的魏无恙，冷不丁和这么正经的人对视，脸蛋羞得红扑扑。魏无恙对这种倾慕的眼神很满意，一路哼着小曲。他走后，翠菊过来提醒我，赵家小姐今日就在福秀楼参加诗会，你现在赶紧去把少爷追回来，不然等少爷和赵小姐看对眼了，你就要被扫地出门了。那时可别怪我落井下石。翠菊说完伸出手，给我扯个鸡腿。我给了她一块绿豆糕，盖好篮子就出门了。一路上脸烫得很，应该是翠菊在背后骂我。早知道那块绿豆糕也不该给她。我走啊走，走到了一个小土包，那是我娘的坟。我在坟前摆好炒鸡蛋、绿豆糕、烧鸡、烧鸭，跪在那块碑前。如今我也识字了，知道我娘叫苏灵玉。书上说灵玉是宝石，宝石很珍贵，应该被人珍而重之。可娘活得像泡在溪流中的顽石，苦难当头棒喝，娘却总是笑眯眯的，像泥巴里开出的一朵花。我将墓碑擦了又擦，说起悄悄话。娘，绵绵现在是魏府少夫人，日子过得很好。相公英俊又听话，是个有出息的人，每天有吃不尽的绿豆糕和炒鸡蛋。我终于攒够钱，可以给娘买馒头、烧鸡，还有好多我叫不上名字的美食。她却吃不到了，泪不知怎么就流了出来。哦，不是我在哭，是老天爷在哭。下雨了，衣服湿哒哒的，粘在身上，不是很舒服。因为下雨，我有点糊涂了，
分不清我到底有没有哭。或许有吧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见了娘。她穿着一身湖蓝色的长裙，头上的步摇微晃。她向我伸手。绵绵，我的娘亲是西周城最漂亮的姑娘，可她死那天干干瘦瘦，好像一把柴。我娘亲死了，是饿死的。我恍然惊醒，原来是场梦。醒来时，我被人背着，她拍着我的背，绵绵不哭，绵绵不哭，放我下来。我踢她打她踹她，但她却死咬牙关，哼都莫哼一声。关键时刻，一个我莫想到的人跑了过来。你这个死无赖，快放开林绵绵。是魏无恙。我欣喜地望着他，只是他旁边站着位花容月貌的小姐，马车上写着赵字，那应该是魏无恙的心上人赵家小姐。我倒在赵小姐怀里，她穿着时下最流行的百褶裙，身上又软又香。我好像知道魏无恙为什么喜欢她了。若我是男子，我也会喜欢这么个文静温婉的姑娘。当然了，就算是女生，我也很喜欢赵小姐。拳头混着泥水，魏无恙不知道打了多少下，血渗进泥里。魏无恙没打够，又上前踹了2脚，直到来福拽着他袖子，提醒他：少爷别打了，那是夫人的爹。魏无恙踢出去的腿一毒，好险摔个狗啃泥。接下来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晕了过去。再睁眼，魏无恙眼睛通红，坐在我床前哭丧。林绵绵，你快给我醒过来，你一顿吃8个馒头，你要是没了，馒头谁吃啊？来福咳嗽了2声。少爷，夫人这是风寒，不要命。郭郎中说要喝下去就好了。谁信啊？哪个好人家风寒一睡睡3天啊？原来我睡了3天吗？我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，吓了魏无恙一跳。半晌，他才回过神，2条胳膊死死缠着我，勒得我喘不过气。林绵绵，你莫死真好，呜呜！你要死了，和黎叔我找谁写啊？祖母知道我没事，又给了我一个元宝。他真的，我哭死，这要是我亲祖母该多好啊！第1万次羡慕魏无恙。又养了3天，我才想起那天的事。我爹呢？嗨，岳丈大人现在吃香的喝辣的，好着呢。带我去见他。魏无恙有好多话想说，还想炫耀他在福秀楼迎来的小兔灯。他想让那傻子知道他的相公多么有文采。炫耀的话莫说出口，手便下意识牵了上去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林绵绵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平时看见了有点烦，可真没了，心就空了。我有些诧异地盯着魏无恙的眉眼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。我病了一场，他比之前听话多了。或许是赵小姐喜欢温柔的公子。脑子好疼，算了，不想了。再见我爹时，他穿的人模狗样，看上去有几分正经，和记忆中简直判若两人。他特意整理了下衣服，掸了掸身上并不存在的灰，讨好的对我笑。我一脚将人踹翻，扒下他的衣服，趁着我现在脾气好，赶紧滚出魏府，不然我带着你一起死。绵绵，他脸上红肿一片，只是被打，不曾还手，看上去可怜极了。府里的下人们窃窃私语，对翠菊竖起大拇指。翠菊姐，你真了不起，当初能和这么威武的少夫人对峙，还能活到现在。翠菊气得翻白眼。比起害怕，大家更多的是震惊。毕竟我之前在魏府的表现就是一个直来直去有点武力的憨憨，就像那种石头馅的软包子，没主动和谁红过脸。魏无恙吓了一大跳。
惊吓过后，心里洋溢起一股说不上来的幸福感。林绵绵对我怪温柔的，声音不大，我默听到。我的注意力都在我爹身上。你害了祖母，害了我娘，又想害死谁？谁要看你在这里假惺惺演戏？我现在识字了，桌上那张卖身契我看懂了。我爹原本红肿的脸一瞬惨白，像被人吸了血。他耷拉着脑袋，换上先前的衣服，离开了魏府。走前，他塞给魏无恙2两银子，好好待绵绵。这些都是魏无恙和我转述的。我要是知道，肯定会抢走他所有银子。林绵绵，你这人好古怪。先前我与我爹闹别扭，分明是你和他打赌，让他给我做长寿面，在其中掺和，想法子让我俩和好。怎么到你爹身上，你又这么对他？魏老爷是个好人，我爹不是。他是个赌鬼，赌输了就卖我娘的嫁妆、衣服，卖家里的田地、耕牛。要不是魏府出的钱多，估计你现在会在青楼里看见我。我现在认识字了，知道家里方桌上那张契书是什么了。卖身契，给青楼的卖身契。爹娘曾经是人人艳羡的恩爱情侣，后来他染了毒瘾，讨债人追到家里。要不是娘卖了嫁妆，就没有现在的我了。祖产被爹卖得精光，他才知道戒赌。可是晚了，娘死了。魏无恙，你以后要是和人赌钱，我就抽死你。魏无恙刚酝酿好的情绪，被一句话梗死。抽抽抽！林绵绵，你除了会抽，我还会干石磨。你等着，本公子早晚要休了你，娶个温柔的小姐。话一出口，魏无恙就后悔了。今天岳丈挨抽的时候，他就在边上站着。林绵绵打人是真疼啊！算了，看你今天这么生气，本公子就让你。不过先说好，只能打屁股。他护着脑袋，动了动，换了个林绵绵顺手的方式。左右这些天，他都习惯了。一顿不打，还怪想，怪别扭的。只是他怎么都没想到，暴风雨末等到，却听见林绵绵说：“魏无恙，你不能休我，休了我名声不好，就没法嫁人了。不过等你高中状元那日，我可以和你写下和离书。你那么聪明，考个3年5载，应该就能成功吧？到时候你高中状元，再去赵家提亲，赵小姐应该能同意。”魏无恙正美滋滋乐呢，现在满脑子都是我名声不好，就没法嫁人了。林绵绵，离开我，你还想嫁谁？要是袁华有眼力线的，这会儿应该撒娇讨好，绕过这话题。可我是个石头。我认真想了一圈，福伯的儿子就很好，他脸蛋圆圆的，很有福相。他就是个花匠，花匠很好呀，有手艺，饿不死，饿不死。好。魏无恙醋坛子打破了，他现在就想一口一口咬死面前没良心的小东西。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那天，一向身娇体弱的魏三公子反击成功，把林绵绵按在床上，猛摇起来。兔子咬老虎，威风是一时的。魏无恙凭着一股愤怒才咬到脸蛋，就被一拳打倒。然后他被按着揍了一宿。魏无恙屁股肿得像个小山。一贯懒散的三公子头次体会到坐立难安的滋味儿。明明受了伤，魏无恙也不老实，躺在榻上哼哼唧唧地使唤我。林绵绵，我要喝茶。林绵绵，我要吃桂花糕。林绵绵，我好疼，给我吹吹。这事是我不对，我认罚。只是我看着在我身上胡作非为的魏无恙，一巴掌抽过去。魏无恙，你喜欢赵家小姐吗？魏无恙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那当然，赵小姐温婉娴静，
知书达理，和你这个一股子蛮力的泼妇可不一样。那你喜欢他，就不能招惹我，也不能招惹魏府的小丫鬟，你要一心一意地对他好。魏无恙，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姑娘想要和其他女人分一个相公。魏无恙喉结滚动，想要说什么，脑子却像被呼住一样。魏无恙，你要是真心爱慕赵小姐，我会帮你的。你帮我？你拿什么帮我？林绵绵，你告诉我，你这个蠢货要拿什么帮我？魏无恙长得好看，生起气来更漂亮了。可想要赢得赵小姐喜欢，光长得好看是不行的。赵小姐温婉娴静，秀外慧中，家里是西州城布行龙头，声名在外。赵家每年都会开设粥铺，不施百姓。城内最大的育婴堂就是赵小姐及笄那天用提己钱置办的。这样顶顶好的女子，配上不缺钱的家世，吊儿郎当的魏无恙是配不上的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想。西州城最普通的秀才娘子们就不是，他们会背地里嘲讽赵小姐假清高，士农工商。他们觉得赵小姐就算家财万贯，也比不上芝麻小官。魏无恙，你若是高中状元，8抬大轿，10里红妆去迎亲，赵小姐肯定会考虑你。没有姑娘能拒绝一颗真心，没有姑娘能拒绝一颗真心。魏无恙嘴角挂着嘲讽的笑。那林绵绵，你呢？你就不想当我的状元娘子？算了算了，带着你的包袱滚出我的卧房。见我莫动，他嘴角微勾，嘲讽道：怎么，不是说要和我划清界限，现在真让你出这个房间，你又舍不得了？魏无恙半眯着眼，在嘴上找回面子。噼里啪啦一阵响动过后，我搬走了。空荡荡的房间，魏无恙趴在榻上生闷气。天杀的，他这张贱嘴！等魏无恙想放下面子追回我的时候，魏府已经传遍了我和他闹不和、分房睡的消息。听说我俩闹不和，父亲特意请假回来揍魏无恙。小兔崽子，那么好的媳妇不知道珍惜，老子今天抽死你！一向爱护孙儿的祖母难得站在一旁叫好。抽，狠狠抽！替绵绵出一口恶气。魏无恙被追着跑了里3圈外3圈，最后还是碰见了我，才把人解救出来。他拉着我袖子：林绵绵，都怪你，现在我里外不是人，你快给我解释清楚。我将人护在身后，请罪。父亲、祖母，相公日后还要考状元呢，不能打，要是打坏了考不上，魏府可就损失大了。一听魏无恙要考状元，魏老爷手里的棒子没抓住，当啷一声掉在地上。祖母也很惊奇，无恙是不是发了什么癫病？魏老爷上前试探魏无恙的脑门。魏无恙气得直咬牙：怎么，你们就这样看不起我？倒不是看不起，本来也没想着你光宗耀祖，只要日后别惹祸，害死全家就行。魏无恙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看见他可怜巴巴的眼神，我捏了捏他的手。我相信你，你那么聪明，都能教会我，写的字又好看，会考中状元的。魏无恙感动得快哭了，直到第2天醒来，他才回过神。今天挨打，不就因为我吗？他气冲冲地跑到我住的厢房。林绵绵，你给我讲清楚。魏无恙跑到我厢房，却没发现我的影子。问遍了府内下人，才知道我在花房。他又气势汹汹杀到花房，眼前的一幕差点将他气死。彼时，我和许汉卿正在花房摘花。这花养得真好，汉卿你可真有本事。少夫人赞誉了。许汉卿摸摸后脑，有些害羞。咳咳嗨，咳咳嗨。魏无恙快把肺咳出来了。
他看看许汉卿，又看看地上带刺的花，刻意挺起身子，暗自比较：没他高，没他白，没他好看，脸还比他圆。林绵绵，你是瞎子吗？种的什么破东西，早晚要把你拔掉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胭脂铺的新品，你要拔了玫瑰，当心我揍你。魏无恙气急，一巴掌拍在玫瑰上，就听嗷呜一声，尖刺扎进他手心。林绵绵，我出血了，你快给我包扎。魏无恙无理取闹，像个小孩儿。我担心他再害了其他的玫瑰，忙拉着他一起出去，给魏无恙包好手指，他又不正经起来。魏无恙心中警铃大作，虽然许汉卿个子不高，脸蛋圆圆，长得不是让人忌惮的人，但他发现林绵绵看向对方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藏了星星。他怎么能用那种眼神看别人呢？魏无恙想了想，喝下一口茶。林绵绵，你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地上的茶都是酸的。酸茶？我尝了一口，没，话莫说出来，嘴巴就被魏无恙咬住了。他对着站在门外的来福，面露凶光。我和少夫人要做点成年人该做的事了，快把门关上。来福走后，门里响起咿咿呀呀的呻吟声。魏无恙抱着脑袋，小声求饶：林绵绵，你个蠢货，轻点打，打坏了我怎么考状元？好好好，你打你打，等我高中状元，今日之耻，我要一样一样还回来。那天之后，魏无恙就变了，他发愤图强的架势震惊了府里每一个人。府里的下人甚至开了赌局，赌魏无恙能坚持几天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祖母和父亲也意识到魏无恙这次的决心。父亲特意请了位退隐的同窗教导魏无恙，就算考不上状元，多学些知识也是蛮好的。这段时间，魏无恙温和有礼，一言一行都像极了书中的君子。他曾经的狐朋狗友听了，当魏无恙是在演戏，翻到府里，邀请他去新开的醉香楼吃席。魏无恙拒绝了，他们有些气恼，干脆数落起魏无恙。魏无恙，你在装什么？西周城谁不知道你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？别以为赢了福秀楼的魁首就了不得，谁知道是不是你花钱买的？哥几个给你面子，邀请你一起玩，你还真拿巧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不去可救。魏无恙下定决心考状元后，脑子也好使了。在他们进门的时候，就让来福把我请来了。我在屏风后听着这群酒囊饭袋的诋毁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一根烧火棍舞得虎虎生威，把这群杂种打得娘都不认识。他们疼得龇牙咧嘴，发誓要给我个好瞧。我笑了。当晚带着算盘和借据就找到这些公子哥的家里，叫他们还钱。人就得多读书，不然蠢蠢的，被人玩死都不知道。比如魏无恙，从前没朋友，被这帮公子哥哄着骗着，当冤大头，到头来还要被嫌弃。好在他也读过书，知道借钱要写收据。我力气大，打魏无恙疼，打畜生更疼。他们被我揍成猪头，不敢再猖狂，一个个乖得像孙子。回府时，魏无恙就站在门口，捧着我的手问：绵绵，疼吗？我摇头，不疼，那血是别人的。躲着偷听墙角的丫鬟们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看向翠菊的眼神愈发敬佩。翠菊，呵呵，你就看吧，一看一个不吱声。没了狐朋狗友的打扰，魏无恙温书愈发用功了。西厢房偶尔会传来朗朗书声，大多时候是沙沙的笔声。丫鬟们开始猜测魏无恙是不是在装读书，就像城南的张公子，天天都在读书，可到头来连个秀才都没混上。
魏无恙没有装，他是认真的。读书不需要声音大，只要用心就够了。魏无恙读书的间隙，我打理胭脂铺生意。许汉卿种的玫瑰很好，用它制成的胭脂有淡淡的花香，城内的娘子们趋之若鹜。胭脂生意越做越大。第3家胭脂铺开设的时候，赵小姐给我下了拜帖。正好她不来找我，我也想找她的。和许汉卿研究胭脂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种花，用它染出来的布颜色很喜人，摆在胭脂铺，很快就抢售一空。赵家是染布的龙头，赵小姐更有远见卓识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赵小姐温声细语，谈吐不凡，听她说话是一种享受。少夫人为何这样看我？赵祁钰没看过这样纯粹的眼神，被看久了，还以为是她哪里出了毛病。您很好看。姑娘们聊天很简单，只需要真心实意的夸奖2句，就能聊个1天。我和她谈好了缙云布的生意。赵小姐很大度，魏家提供给赵家缙云布的秘方，赵家给魏家500两银子以及缙云布售卖的1成红利。谈完生意，我本想留赵小姐在府内吃顿饭，可不装有事，赵小姐实在抽不出身。因为生意上的事，我和赵小姐的关系愈发亲近。我叫她祁钰姐，她叫我绵绵。除夕一过，祁钰姐就南下去扩展生意了。魏无恙很出息，乡试会考拔得头筹，偏偏进京赶考的时候生了场大病。进京回来，他病恹恹的，没了精气神。我同他去庙里求签，以求心安。魏无恙难得活泼起来，拉着解签的大师傅问姻缘。问出来了，师傅说他骑马游街，再逢良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公子命很好，所求所愿都会应验，只是姻缘稍有折磨，合离在娶后方盼来天作姻缘。这么一闹，魏无恙的病气消了，只是他火气上来，要不是我拉着，险些把寺庙烧了。我读的书不多，可我也听懂了师父的话。魏无恙的良人不是我。半月后，魏无恙拿着一首诗在我面前炫耀：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簸却苍冥水。世人羡我横书调，闻于大言皆冷笑。宣父犹能为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林绵绵，知不知道这是谁送给我的？知道，当然知道。诗是我求祁钰姐写的。书上说郎才女貌，天作姻缘，说的应该就是魏无恙和祁钰姐。只是看着魏无恙精致的眉眼，我心下难免有一丝不舍。但一想到我现在的身家，那点难过又散了。没有魏无恙，招个听话的赘婿也是极好的。魏无恙嘟嘟囔囔，在我耳边说些什么，我没听清。那天后，他就满血复活了。师父说得很对，魏无恙的命很好。乡试本来是3年一办，魏无恙生病错过，就要再等3年。今年9月，九皇子发现科考舞弊一事，圣上大怒，惩处了一干人等。来年2月，科考又重开了。放榜那日，京城传来消息，说魏无恙中了会员。3月殿试，他又得了圣上青睐。喜报传到家里，祖母笑得合不拢嘴。魏府上下都很高兴，我也高兴，只是我要走了。我还记得那日庙里求签师傅说的话，他说魏无恙命好，骑马游街，再逢良人。现在到了他遇良人的时候了。魏无恙教我写字后，我日日用功，如今也能写得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了。写完和离书，我去与祖母辞行。他听完我所言，老泪纵横，摸着我的脑袋。绵绵很好，是无恙配不上你。
你且放心去，只要祖母在一天，魏府中有你一席之地。临行前，祖母又塞给我一袋金叶子。魏无恙骑马游街，谈笑春风时，我在城东开了第6家胭脂铺，每日送往迎来，数钱数到手软。闲暇之余，我又研究出来几种新的花样，因为数量有限，价格昂贵，反而成了店里招牌。和离后，我想着要不要招个赘婿，听话一点的，帮我分担下店里生意。只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赘婿的告示还没张贴出去，魏无恙就找上了门。他头戴双持乌纱帽，身披大红锦绣袍，眉目如画，举动间更显风流恣意。愿公子相离之后，清风朗月，更胜从前。文如斯雅之道，另娶锦绣佳人。两声欢喜，白首而终。原本是和离书，从他口中好像是一首谱好的曲，听得我有些醉了。我晃了晃脑袋，告诫自己男色惑人，要清醒。魏状元，今日到访，有何贵干？魏状元，林绵绵，我同你成亲3年半，手也牵了，嘴也亲了，该看的不该看的你都看了，我的清白都毁在你手里了，你现在一句魏状元就想和我撇清关系，这世上哪有那么美的事儿？魏无恙的心都快要碎了。天晓得这几年的科考准备，他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他就等着高中状元翻身做主，让林绵绵那蠢蛋吃瘪，让他好好知道他的郎君有多优秀，外面有多少姑娘等着嫁他。光是回来的路上，他就捡了一麻袋姑娘们扔的手帕。他准备看到林绵绵那刻，就把手帕甩到他面前，然后抖擞身子，看他在自己面前软得像团水，娇滴滴地搂着他胳膊撒娇，和他说：相公，你真棒。最后再亲亲他，从头亲到脚那种。这一幕光是想想就激动的魏无恙3天没睡着觉。他脑子里满是林绵绵那张白嫩的脸，春杏一样的眼。可等他回家，都快把魏府掀翻了，还是没找到林绵绵的身影。人不在，倒是给他留了一封信。魏无恙得意地和来福炫耀：少夫人嘴上不说，心里还是在意你家少爷的。魏无恙嘴角的笑在拆开那封信的一刻彻底癫狂。和离信，天杀的，居然是和离信！他都考上状元了，林绵绵居然给他写和离信，是他不认字了，还是林绵绵颠了？魏无恙跑去找祖母，祖母笑眯眯告诉他：挺好的，绵绵要招赘婿了，这回能选个听话的。魏无恙快气炸了，招赘婿还听话？他不信，这世上哪个男人有他听话，挨打也不还手，还乖乖送上屁股。他紧赶慢赶，终于找到了林绵绵的胭脂铺。许汉卿就站在外面，看见他还打招呼，说什么少爷好。好个头，他媳妇都没了。我没有想到魏无恙当上状元后会这么不知羞。他箍住我的手，咬牙切齿：林绵绵，你和那小花匠看对眼了是不是？你要招他做赘婿是不是？天杀的，你不说话，让我猜对了是不是？我半晌才回过神，意识到魏无恙口中的花匠是谁。不过汉卿哥不是花匠，他现在是胭脂铺的2掌柜。好呀，我几个月不见，你都有好哥哥了。怎么不见你叫我无恙哥哥？魏无恙说着说着就急了，铺天盖地的吻就那样落下来，嘴唇都被咬破了。我踩着他的脚，他疼得要命，也不松口。明明是魏无恙先动的手，可到最后哭的也是他。林绵绵，你不能偷走我的心，又摔成2半。我也被他气哭了。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那祁玉姐呢？林绵绵，你这个蠢货，
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想着其他女人？怎么，一个赘婿满足不了你，非得找个好姐姐是吧？那天记忆有些模糊，我只记得魏无恙哭得很惨，我哭得也很惨。我俩抱头痛哭，像两只无家可归的小狗。哭完就笑了。原来魏无恙喜欢我，好巧，我也喜欢他。我感觉有些对不住祁玉姐。祁玉姐知道这事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傻绵绵，女人不能抱着一个男人过日子，有功夫到姐姐这里，10个8个的美男都让你摸。魏无恙气得破口大骂：离绵绵远些，不要破坏我们夫妻和谐。我和魏无恙又拜堂成亲了。他骑着高头大马，10里红妆，将我风风光光娶进门。原来魏无恙二娶的良人就是我。庙里的老道长算得真准。成亲那日，魏无恙喝得醉醺醺，逮到一个人就说：今天天气真好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娶亲了？多吃点啊。对对对，我娶的就是林绵绵。他笑得傻兮兮，被他逮到的人都快烦死了。魏无恙浑然不觉，笑得冒泡。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和他成亲了。和魏无恙成亲半年后，我爹死了。听说是为了救一个被卖到青楼的小姑娘，被人活活打死的。魏无恙陪我去看的时候，他像一坨泥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我还是为他收敛了尸骨。魏无恙拍着我后背，给我哼唱儿歌。我知道他害怕我伤心。这个笨蛋，我才不会伤心呢。我爹死了，早就死了。就算死在我面前的不是他，是个普通人，我也会帮忙呢。小时候我恨他，恨不得吃了他。可后来就恨不起来了。不是原谅，不是放过，是算了。我这一生匆匆，遇上的好人多，幸福多，哪有功夫记那些烂人呢？又一个夜晚，魏无恙说起梦话：林绵绵，你可不能招赘婿。不招不招。闺房小姐也不能招。好好好。我迎着一轮月色亲了上去。魏无恙恍然惊醒，躲到我怀里，像只受惊的狸奴。林绵绵，你的夫君可是状元，你以后要是招惹什么小花匠、小姑娘，我就把你抓起来。就像这样。好好好，我们俩过一辈子。窗外明月皎皎，室内春色盎然，一辈子很长。属于我们的故事还在明天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